接受人生的荒谬是强大还是懦弱的表现？我最初拿到这个辩题，我就迅速选择了要来做主席。这完全是因为懦弱啊，这个非常的直白。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道辩题会这么艰难？就是因为这里面每一个关键词，从荒谬开始，要诠释、要解释它，就很荒谬，对吧？我们竟然用语言试图来解释清楚这个概念，包括人生、包括强大、包括懦弱，都有无数的内涵和外延。8位绝世高手在场上，会选取怎样的一条或多条角度，来为大家延展这个辩题，呈现思维的碰撞，是我们接下来最期待的部分。所以接下来闲话少叙，直奔主题。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开篇立论环节，由正方一辩进行立论，有请。好，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方的立场是接受人生的荒谬是强大的表现。各位在刚才听我这场开场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阵不可思议？嘿，你还要你这主办方大老远请来的嘉宾耶，站在场上发表一个陈词，居然还要看纸。没错，这一瞬间觉得不合情理的那种感觉就是荒谬。荒谬从何而来呢？大概我们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荒谬跟我们的理性有关系。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其实有无数的价值观被建构起来，民主、平等、博爱、仁慈，而这些价值观的背后，其实都是理性。自从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大旗，把神权斩落于马下，一路披荆斩棘，理性就成为我们人生当中不二的指南，至高的权威。但是呢，宇宙的演化其实并没有赋予人类完美的理性。当我们试图用理性和逻辑去认识、解释和改造我们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往往力不从心，荒谬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我们构建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可能彼此矛盾和冲突。比如说，在政坛上，左与右的政治立场，我们可能觉得他们都有道理；而在伦理学中，杀一人救5人的电车难题，始终让我们每一个辩手都头疼的万分。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每一个价值观可能都和我们的现实激烈的矛盾冲撞。我明明是个人才，可是却居然怀才不遇，矛盾。新加坡明明如此的富庶，明明如此的发达，可是我们却突然发现，为什么新加坡的焦虑的人居然这么多呢？荒谬！陈明这么一个优秀的辩手，居然放他在主席的位置上，荒谬！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过来排队听你们打表演赛，居然你给我开篇陈词还给我结巴，荒谬！我们会发现这种种的荒谬都会出现我们的人生当中。OK， 那面对这些荒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这些荒谬呢？有一种方法，就大概我们仍然是高举原先那个理性的权威，还拿我刚才结巴的这个例子来讲吧，大概你用逻辑、理性来进行分析推导。这个人说话结巴，想必水平不行，水平不行还能被主办方请来，想必主办方的水平也不行。既然主办方的水平不行，我怎么维护我们身为观众的利益呢？我要去投诉，我要去反抗。至少我也许可以在社交网络上 diss 一下这几个说话结巴的人，以抒发我心中的不满。我们会发现，当你的这种行为和你的这种认知，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在让自己觉得自己不那么傻，你在拒绝这个荒谬。的确，你成功的拒绝了荒谬，可是你也会发现，你自己成为了理性，成为了辩手，操控你的机器。我一点你就着，你的人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自主。反过来，我方所说的接受人生的荒谬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我们会用一种很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这个荒谬的场景。我大概可以接受，没关系啊，虚度光阴的听你结巴，这可以是我的一个选项。我也可以立刻起来愤而离席。我大概可能会认知你可能有某种策略，我大概也可以体谅你有可能有某种苦衷，所以你才发生了结巴。但不管你选择哪一种可能性，理性都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让你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只有当如此面对荒谬，如此
把理性解放出来的时候，才真正拥有开放的人生和无限的可能。你才是这个真正强大的自己。而这种状态，我们在佛家称为般若，我们在尼采称为超人，我们在中国的世俗称之为大智慧。而这些都是强大的别有的名词。我的论述部分其实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你们在座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懂我的立论是什么，你们会觉得很荒谬，所以你们不能接受，对不对？其实不用担心，其实我本人也有一样的感觉，我也不是特别明白自己的立论。没关系，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荒谬的立论。不要着急，你们耐心的、开放的听我们整场辩论比赛，答案会呈现在你们的眼前。辩论会使我们强大，不过你们要小心，我这句话有可能也同样是陷阱哦。谢谢大家。感谢正方一辩的行为主义立论，这一整场让我觉得我们到底该怎样不做理性的傀儡，要做荒谬的主人，深思很多。但不论如何啊，一辩立论听了很多，这是第一个上来直接 diss 说主办方不行的，对吧？说这个辩手不行，主办方不行，这些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我知道中国工商很行啊，这个。必须行，因为这是个理性的选择啊，理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4分钟，开篇立论将会交给反方一辩，有请反方。好，谢谢各位。是这样的哈，晶晶说大家听不懂，你真的太小瞧大家了，至少我就听懂了。来，我告诉各位，正方的理论是这样的，你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做养勇，就养你的勇气。怎么养你的勇气呢？就是一个针刺到你的眼前，快刺到的时候，你不要动。你能不能不动？你不动就是有勇气。来，我们回忆一下对方的这个理论。对方的理论是说，当我们遇到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哇，好荒谬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逃避，我们往往会觉得哇，不会这么荒谬吧？肯定有里边的原因吧？而这种一瞬间的感觉是在逃避荒谬，而逃避荒谬是一种懦弱的感觉，就正如你逃避那根针一样，那根针刺到你，荒谬不会这么荒谬的，对不对？这就是对方的理论嘛，就这么简单。好，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啊？有，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偷换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拒绝荒谬是一种懦弱，我不否认，但是问题是，它能推导出来，所以接受荒谬就是强大吗？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拒绝跟你打架，很可能是因为我怕你，是懦弱，我承认。可是这能证明我躺平了让你打是强大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嘛。所以很简单，第一个，对方这个逻辑不成立。我承认拒绝这些荒谬很可能是懦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就是强大。好，回到对方的最理论最核心，对方说，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合情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荒谬的感觉。好，我们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对方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具体的场景。其实我人生中最觉得荒谬的场景，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如果你年纪足够大的话，就是2001年的9月11号，当时是中国时间的晚上，美国时间的早上。我们当时在读大一研一，然后呢，一群同学在那儿看新闻的时候，我说实在的，当你看到那个飞机怼到那个大楼上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你不是愤怒，也不是高兴，你甚至都不是惊恐，你都是觉得不会吧？你们每个人都看过那种纪录片，大型飞机起降，对吧？波音飞机，你们也看过纪录片，美国的高楼大厦，居然这两个事情怼在一块儿了，而且第一架怼完之后还有第二架，这是一件如此之马萨卡的事情，太荒谬了。好，现在请问你是小布什，现在请问你现在出来要演讲，你会像对方辩友建议的那样跟大家谈开放人生，无限可能，大智慧，
接受才是强者的意志，才是超人。小布什出来，我的美国同胞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是超人。所以当超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说2个字 ：shit happens。小布什说：“各位，美国有这么多大楼，天上有这么多飞机，根据墨菲定律，所有有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而今天就是那必然的那一天呐。所以我们淡定，我们不要去追寻那么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人恨我们喽，总有人恨吧？行走江湖，你这么嚣张，对不对？不是这样的。真正一个强大的人，一个强大的民族，很多时候就算没有理由，他都要找理由，更何况是万事万物本来就有理由。而你所谓的接受荒谬，恰恰是给自己偷懒找到的最好理由。所以我方的立论非常简单，就是4句话。第一句话，接受荒谬太容易了；第二，以为这很酷太正常了；第三，把这当成智慧太鸡贼了；第二、第四，以为这是强大太可耻了。谢谢各位。感谢反方一辩立论在时间全部到达铃响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所有立论啊，4句话。我接受了这一荒谬。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了自由分配时间。在双方开出了这个立论陈词之后啊，一定后面有很多辩委都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还是把第一轮选择权交到正方手上。那第一次正方的选择是陈词还是质询？我们选择质询4分钟。质询4分钟，有请2辩陈思渊。好的。好，这个接质询方可以由，好，已经选择好了啊。是吗？可以由这个反方来进行选择，反方派出的是一辩周全义先生，太棒了，4分钟时间，接下来有请思渊。好，大家好，对方辩友您好，想先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个，强大跟懦弱是今天正反双方唯一的差别，对不对？嗯，对。因为您方也是接受嘛。对。啊，对。第二个，强大跟善良不一样，对不对？嗯，对。有时候邪恶可能才是最可怕或是最强大的力量。嗯，对，没错。有时候而且通常在目前历史看起来印证起来，各个历史阶段有时候邪恶才是最强大的。第三个，因为您刚在时间之内说的那4句话比较快，所以你现在可以帮大家再说一次吗 ？OK， 好，第一个，接受荒谬太容易了，它很可能是我们逃避的一个方便法门，所以你没有资格说你是因为勇敢才这么做的。好，这4句，好，第一句，这是第一句，慢慢来。啊？什么？啊，好，那好吧，那就当这样子好了。好，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对面想请教您，所以您可以认同了荒谬感的产生是在于现有的理智框架所产生的认知落差。我举一个例子，好，对，不应该杀人，太懂，没有错吧？可是如果今天海上发生船难，只剩人可以吃的时候，真的我做了吃人这种事情，其实我也不犯法，但我心里也是难过的。是这样的，海上有难，这不荒谬，必须得吃人也不荒谬。是，对，应该讲，对方讲，应该是说吃人的荒谬感是存在于心里的嘛？对方应该这样讲，荒谬的这个判断，我们应该不会是于客观判断，应该是主观判断。我们先确立这个前提，您可以接受吗？我只是很难理解，我吃人的时候居然产生的是荒谬感，而不是恶心感。对，没有，对，没有，原因是因为恶心感通常源自于这个荒谬感。懂我意思吗？就像吃像咖喱味的大便和吃大便味的咖喱，都是这个荒谬感所产生的恶心感。我帮你补一句，
你是不是意思是说，我居然会遇到这种情况？我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居然遇到了船难，居然要落到要吃，这个地步很荒谬。是我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应该吃的是牛排，结果吃的是人。对，就这意思。OK， 好，这样子的荒谬感，这个我承认，这个我承认，会有荒谬感，这个我承认。好，没问题。所以认知落差而产生的这个部分，但是这是主观的嘛，客观的对旁人而言看起来都是切了一块肉吃嘛。客观行为跟主观行为，我们先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落差，先做了切割。所以其实今天正反双方在这边也先确定一个前提，讨论应该是主观认知在价值观落差的时候所产生的认知落差。不是太懂，但是好，可以勉强啦，行不行？可以啦，好，可以。接下来我们再往下一步。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您方的懦弱是建筑在哪里？你方说我方那个逃避逃避的懦弱不等于证明我方的立场嘛，对不对？那您方怎么去证明您方的这个懦弱呢？我方证明的方式很简单，是因为认定这个事情荒谬，是我们一切的面对意外的选择之中最简单、最容易、最能够遮蔽自己的无能感的一种方式。而你居然选了这种方式，我方认为极大概率上你是因为懦弱。我解释一下您的例子，所以在船难的时候，你知道，就非得宰了一个人，把他的肉给吃了，这种强烈的荒谬感的情况之下，是一种最简单、最轻易、最好、最安全、最舒服的心理的认知状态。是的，一种懦弱的，而不是必须克服自己要杀人的恐惧、害怕，甚至于要一辈子骗大家说我在海上跟一只老虎待了15天，这个样子吗？你不是要问我吗？是这样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以为我不敢回答是的，可是我敢回答是的。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一句荒谬而不做自我的人性之反省，是最容易做的。谢谢大家。那是你逃避的懦弱。谢谢各位。好，谢谢。就是第一轮不用这么重口味，第一轮循序渐进哈，慢慢来。好。那在正方进行了4分钟质询之后，有些东西更清晰了，有些东西更复杂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由反方进行选择，你们的选择是？陈词2分钟。陈词2分钟，有请永开。大家想听那4句话吗？来，没关系，我复述。第一句话，哇，你的字太难了。好，接受人生的荒谬太容易了。第2句话，以为这很酷，太正常了。第3句话，把它当成智慧太鸡贼了。以及第4句话，就是你以为这是强大的，太可耻了。没关系，4句话听不懂，等一下后面他们来解释，我解释别的。段推奇的理论很简单，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会对很多事情感受到荒谬感。坦白说，我方坦然承认，感受到荒谬感是主观感受，这个我承认。可问题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到底我们应该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到底要拥抱这个荒谬感，还是想尽办法去解释这个荒谬感？这是理性选择，这是理性选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面临2个问题。好，一个问题啊，因为等下时间好像不够多。一个问题。就这样，同学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认为无法理解的想法，我们会感受到荒谬感。这个时候我们要努力去学着接受这些想法。可请注意一个概念的区分：接受这个你曾经以为这个荒谬的想法，跟你接受这个想法是荒谬的，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当你一旦认定这个想法绝对是荒谬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接受它的。当你一旦接受了它是荒谬的这个设定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去尝试理解它的。所以发现了吗？对方同学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尝试去理解现在人生很多荒谬感，它其实是有所来由的。可问题是，这种有所来由的诠释权是怎么诠释出来？恰恰是因为你接受了它，你才会去尝试诠释它。
如果你不接受它，你放弃对它赋予意义，你对它放弃赋予诠释，坦白说，这就是我方所说的太鸡贼、太容易以及太可耻了。以上，谢谢。谢谢，感谢永开干净利落2分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正方，正方的选择是申论4分钟。好，申论4分钟，有请。好，对方既然4条底线都暴露了，我们慢慢讲。第一件事情，接受荒谬太容易了。可是刚才啊，如果我没有听错，在质询的时候，我方思渊跟周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荒谬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我们都有对荒谬有不同的解读。我的荒谬可能在你看来接受起来很容易，可是你永远有你的人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接受荒谬，其实本身对于因人而异，我们有不同的荒谬感。可是当这个荒谬感产生的时候，接受荒谬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对方没有论证，我方已然论证。好，对方没有说啊，荒谬感是一个感觉。永开刚才说，可是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今天这道辩题讨论接受荒谬这件事情，荒谬既然你要荒谬和接受本身就有一个不共融性。什么意思呢？我们想一想，当这件事情它是荒谬的，其实你的心中本身就已经有了在这个理性层次上不能接受的这个概念所在。所以我们接受荒谬，我们一定要援引其他的外在的其他的逻辑，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荒谬与荒谬之间的共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只不过呢，我们今天要理清楚了，我们才有办法接着往下讨论对方要讲的接下来几条观点。好，我们来想一想哦，其实今天我们的立论呢，可能一开始大家不是听得很明白，但是不重要。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刚才我们讨论到的少年派的例子中，其实你在海上遇到船难，荒不荒谬？有的人觉得不荒谬。在海上你遇到船难，你要求生，荒不荒谬？也有些人觉得不荒谬。但是当事人的荒谬感是什么呢？是他要求生，可是他却要做一个人类社会我们一直以来建构的价值观上不让我们使用的方式，吃掉同类，甚至吃掉的人是他的妈妈。所以他的荒谬感，他怎么样骗过自己？他必须营造一个虚拟的一个感受，叫做我和一只老虎共存，我才有办法骗过自己，让我来接受这种荒谬感。但如果我能够接受，我能够坦然的面对，强不强大？好，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啊，他说接受荒谬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可耻的事情，它这个太可耻了。其实我方今天讲的并不是善良与否，我们是要告诉大家，人在心中无所畏惧的来源，这种力量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辩友刚才讲那个911的事情，911我们之所以每个文明的人我们感到胆寒，这正是因为文明给了我们建构了一套价值观。受过文明教化的我们知道人不能没有下限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做这种荒谬的事情，我们不能不顾自己的命去带很多同胞下地狱，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可是对方辩友看到没有，恐怖分子他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荒谬和善良，荒谬和文明，荒谬的接受和我们文明的伸张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恰好文明是弱的，野蛮是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才要告诉大家，接受荒谬这件事情，它其实打破的是你人生的封印。很多事情你以前不能做，你觉得两套价值观冲突，我觉得我又要仁，我又要信，我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你发现了冲突，你发现了荒谬，你心中有了不适感。可是当你冲破了这一点的时候，你人生的上限和下限就再次得到了扩宽。所以当一个人他真的能够在每当遇到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的去接受甚至去应对，那么这个人其实他就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人，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道理，说简单一点就叫做人至贱则无敌。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正方4分钟的继续的论述，让这个立论开始越来越清晰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会交给反方，反方的选择4分钟陈词。4分钟陈词，有请庞颖女士，有请。我们从头一步一步来。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荒谬？我们今天不只讲的是一个人的荒谬感，我们讲的是什么？人生的荒谬。什么样的人生是荒谬的？它没有意义。在我存在之前，它没有意义，我们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可以实现，这个叫人生是荒谬的。它是无序的，它甚至是矛盾的。什么意思？好人没有好报，人生真荒谬；坏人偏偏有好报，人生真荒谬。我好好注重健康，今天突然走到家门口的十字路口被车撞死了，这个叫做荒谬。这是第一步，什么是荒谬？我们之间差距不是这么大。第二步，什么叫做接受荒谬？所谓接受荒谬，就是我接受了人生是无意义的，我接受了人生是混乱无序的。就代表什么？我今天突然被车撞死了，我接受它，代表 shit happens。今天突然有飞机撞大楼了 ，shit happens。今天突然有人无差别杀人，杀死了我的孩子，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shit happens。有的时候你跟好像自诩成熟的人聊天，你跟他说社会有不公，他的回应是什么？哎，你就是太年轻，社会就是这样的，没有地方说理去。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你改变不了什么，人生无常，世界就是荒谬的。这一套理论是你接受了人生的荒谬，你的想法。那我方为什么认为不接受是强大，接受是懦弱？因为一旦你接受了一件事情，你就不再去改变这件事情。如果你认为今天有无差别杀人案，那是一个随机事件，你就不会去发现那个人背后可能有我们社会对于心理健康重视问题的欠缺，不会有我们对于犯人的一个再教育的欠缺，你不会想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 shit happened， 这是因为人生是荒谬的。我今天门口撞死了一个人，哎，这个嘛，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你就不会去发现你这个路口的设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在新加坡，我以前在路交局，是不是因为我们车转弯的时候，它跟人行道同时都是绿灯，我们要靠人自己去观察和判断，这样风险比较高。只有当我们接受人生不是荒谬的，这背后一定有理由，我们才会去发现它的问题。对方说，哎，人生都是荒谬，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容易的选项？因为你不用去面对未知，你只需要用一句话解释人生是荒谬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项。我们认为人的力量高于此，如果你用什么都用这样的东西去解决，你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是一种懦弱。所以我们不接受它，我们做一个冷嘲热讽的人，坦白讲是容易的。如果你今天敢于对抗冷嘲热讽，你敢于对抗自己心中认命的懦弱，你赶快对抗那种自己一直在尝试，结果没有那么容易来的这样的疲惫感的时候，你敢于对抗这种东西，才是真正的强大。世界在我存在之前可能没有意义，但我今天不允许它没有意义，所以我用我的存在给它定义意义。我的存在可以是用艺术，我可以追求科学。我不相信癌症的来源我们永远没办法发现，这就是一个玄学。我要努力突破科学，我甚至写出《少年派》这样的小说，用文艺来定义意义，是因为为什么？荒谬是没有意义，我不接受荒谬，我才会去定义意义。我不接受世界没有因果，我才会努力地寻找悲痛后面的因，我才会改变这个因，带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4分钟陈词之后，正方，你们的选择是？
陈词3分钟。陈词3分钟，有请刘晶晶先生。好，谢谢主席，大家好。对方辩友给我们盖的几个帽子，我们一一把它摘掉哈。第一，我方一直说荒谬是主观的，对方刚才从1辩到3辩都举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门口有人被车撞死了，很荒谬。我方恰恰认为这个东西其实单就门口有人被车撞死，单就2架飞机连续互怼这件事情一点都看不出荒谬。是因为你有一个理性的构架在那里，你才觉得荒谬。你觉得飞机不应该撞到一起，你看到飞机撞在一起，你才会有荒谬感。所以，所有荒谬感的来源是理性，而不是存在客观的那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对方辩友跟我们说，哎，接受荒谬太容易了。对方辩友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接受自己的家人和亲人最睡在身边比较容易，还是你接受一个陌生人甚至一个敌人睡在你身边比较容易？显然应该是前者。为什么后者难？是因为后者很荒谬。这个明明我不认识，睡着我还恨他，他居然睡在我的身边，那个东西真的容易吗？恰恰因为你跟他有矛盾感、撕裂感，当你要接受他的时候，这个难度才真正的呈现出来。所以我方一点都不偷懒，但对方觉得我方偷懒是因为很简单，他觉得，哎呀，你一旦想接受这个荒谬，你就不会再去解释它。我方认为恰恰不是如此，因为解释一个我所遇到的情景，解释我内心所具有的某种情感，是人的本能。我接受一个奖学金的时候，我甚至接受一个恋人，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按照对方辩友讲法，接受就好了吗？你干嘛要问他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问了之后可能更伤心呢。不会，对，我们会去接受，我们也会去解释。而我方跟对方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对方认为要去解释它，只有一种解释方法，就是我们只有用理性去解释它才可以。如对方辩友所想的，哎呀，我们仔细用理性去分析一下这个犯人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去研究该用什么政策的手段去解决你。我方认为不一定只能有这一种理性的解释方法，我们可以动用情感，我们可以动用直觉，我们不用告诉自己只有哪一种方法最好，用开放的心态更好，因为它赋予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生更大的弹性和更多的可能性，这才是关键。对方一辩给他呈现了一个例子给我，觉得很好玩哈。他说，万一美国真的有几架飞机撞到一起了，那个总统当着新闻记者的面是不敢说 shit 这个字的。我方认可，他一定不敢说。对方辩友有一个默认的前提，他觉得美国总统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但在我方的语境下，美国总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怯懦的人。为什么？在民主国家里，你一定要讨好选民，选民说的就是你要做的，选民指哪儿，你就要打哪儿。在一定程度上，你就是那个被选民所操控的人。而你之所以会被选民操控，是因为你身为一个总统，你觉得我应该是个理性的执政者，所以我只能如此。你在无形当中固执了自己的人生，限制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我方才说，我们要跳出这个人生，跳出这个理性，才可能获得开放的那种感受。所以以上刚才的几个帽子，不管是飞机、粒子、接受还是偷懒，我方都已经诠释了。希望对方不要再扣帽子了。谢谢大家。谢谢晶晶的进一步解释，是让我有很多地方有茅塞顿开的感觉，知道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强大在哪儿，他跳脱出了理性的束缚，开创了人生的可能性，非常棒。好，那接下来我觉得压力会落在了反方的手上，反方4位，你们的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2分钟，陈词2分钟。好，交给庆云，有请。解释对方混淆了几个问题。第一点，接受荒谬容不容易？对方用来跟我们比较的是，接受荒谬比接受不荒谬要难，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你对方跟我比的是，我接受我的恋人睡在我身边，跟一个敌人睡在我身边比，那当然是接受敌人睡在我身边比较难。问题在于，就像您方说的，每一个人人生中有迈不过去的那道坎，我们今天比的是，当这道坎。当这个荒谬已经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面对它比较难？你把它当作荒谬来面对是最容易的。当一个敌人睡在我身边的时候，一件那么难理解的事情，我说荒谬，我在做梦吧？这是你最容易面对的方式。而你要探寻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难的。
用宁芳举的例子，在少年派里面，宁芳说，我要接受我吃掉了我的妈妈这件事情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很难。而在这个事实已经发生的时候，我把它当作荒谬来接受是最容易的。这个少年派骗自己说，我只是和一个老虎在一起待，我是把它当作荒谬来接受，当作荒谬来接受，再接受，就是当荒谬已经发生的时候，我直接去把它当作荒谬来接受是最容易的。你要去理解这背后，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荒谬的状况是极难的。可是少年派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就是真的有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法哲学里面的经典问题。那么多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当他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的时候，他是不是受这个法律的束缚？要去思考这一切，面对这一切难题是难的，把它当作荒谬来接受是最容易的。再来，宁芳跟我说，一个人啊应该拥有自由，摆脱理性的束缚。我理解这是存在主义想要拥抱荒谬的那个源头。问题是摆脱理性的束缚不等于拥抱混沌。宁芳说了，我有很多种面对生活的方法，我这个人就是用感性，我就是特朗普，我就是凭自己高兴来做决定，这也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但是它不等同于认为这个世界无意义，接受荒谬。谢谢。好，感谢2分钟陈词。接下来正方，你们的选择是2分钟质询。2分钟质询。好，反方，你们派出好的，唐颖女士。好，庞颖你好。学长好。好久不见了。来，我们作为新加坡肥胖代表在这里相见了。不错不错。来，人均 GDP 比较高，因为我时间有限，好，庞颖，这么回事儿啊？你看啊，如果我说我觉得南大这个地方应该很安全，但是我的手机不见了，这件事情可不可能突然间给我一种荒谬的感觉？我可以有这种荒谬的感觉，但我不会去接受它。下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去问一问我的朋友，为什么我的手机不见了？然后这时候思源说他拿我手机去看一点东西了。这个时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请问在这个过程中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可是我接受了任何的荒谬吗？你接受了，你没有接受荒谬。对，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双方都要谈的接受荒谬，其实并不存在，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里不等于接受荒谬。因为这件事情里面你找到了解释，你之所以去找解释，就是因为不接受人生是荒谬的。这就是我下面要跟你讲的问题了。请问对方，我在找解释的时候，我是不是只能用理智来找原因？用任何方法都是找解释，都是拒绝荒谬。哎，等等，你说你要找解释啊？你刚才说你要找一个背后的原因，这是你的申论和青云的申论都。您就算说是因为您前世造了孽，所以这是手机丢了，这都是一种找解释，拒绝接受荒谬。我现在想问你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在解释这个事情的因果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宁芳的逻辑，只有我用理智来找解释才叫？我方已经我问的不是荒谬，我问的是您理解错了。我理解错了，所以说你允许我回归本心，我们是用回心的方法来寻找力量。我们是这个360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只要拒绝荒谬，就是强大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未必要通过理智来解决问题。我方所有的方法都归我方赢，谢谢大家。2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学说，他们在南洋理工丢了手机啊！我觉得这个我想过霸道，没想过如此霸道啊！好，感谢在这个环节反方图穷匕现。那接下来的时间会交给反方，你们的接下来的选择是？陈词2分钟。陈词2分钟，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段头以前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面对荒谬的时候，我们要放开理性的束缚，尝试去拥抱本性，用感性去解释这些荒谬。可是请注意，不管是理性解释还是感性解释，你都没有放弃你对人生的定义权，都没有放弃你对人生的定义权。要知道什么叫做接受人生是荒谬的，是你认为人生压根就不可能被定义，跟不可能被赋予意义的，这才是所谓的接受荒谬。所以，段同学，您方不要再告诉我说，只要我们有一点点掺杂感性的因素，就归您方赢。不好意思，两个我们都赢，不是双赢。其次什么呢？好，其次，也许你们会告诉我们说，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接受人生的荒谬之后，我们才可以发现定义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吧？请注意一件事情，认识人生的荒谬跟揭示人生的荒谬是不一样的。认识人生的荒谬之后，你可以选择接受它，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它。就好像我认识你的论点很荒谬，跟我接受你这个荒谬的论点，这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很多人他们也许会自以为自己发现了这个世界是无序且无意义的，可是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你就想说算了，就这样，这个世界就是 shit。另外一种方向是什么？另外一种方向就是，也许这个世界无意义，可是我尝试去对抗它。对抗它的方式，要么你就对它赋予意义，再不然你不想赋予意义，还有很多方法。刷抖音也是一种对抗。你以为那些人为什么在刷抖音？他们不就是尝试在抖音里面找意义对抗这个荒谬的人生吗？你有没有刷抖音？为什么刷得那么爽？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太无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这时候调同学也许会很疑惑，当刷抖音都是一种对抗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么容易的手段叫做一种强大？原因就是，当你连这么容易的手段你都不行使的时候，你在自我设限，这才是真正的懦弱。这就是我方苛责您方的地方。以上，谢谢。谢谢永开。接下来正方的选择是陈词2分钟。陈词2分钟，有请。大家好，其实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先让我解决一下，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荒谬的事情，找了理由去处理，诚如今天反方告诉大家的，去面对，处理完之后，在心里接受这个荒谬，然后它的本质就产生了质变，它就不是荒谬了。你会发现一个定义上面的问题，正反双方都要处理荒谬这件事情。而正方处理的方式是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很多冲突的价值，我们是无法去处理的。有些人爸爸杀了妈妈，他是无法去处理的，他不能够让自己找一个理由说那是我爸一时冲动。我告诉你，因为他接受了这个理由之后，他就不荒谬了，他只能够去面对这个荒谬，然后想办法把这一个苦吞下去。超脱了他既有的理智框架之后，去想办法去让自己面对这个困难的选择，然后再去思考他接下来怎么办。到底要抱着恨去面对这个人生，还是继续去面对这是我父亲，我要继续孝顺他，然后那是选择。但矛盾感不会消失。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他说那是我爸一时冲动，我原谅他，他就没有矛盾了，它就不荒谬了。不荒谬不存在于正反的立场。所以反方告诉大家，我们要找很多方法解决这一切啊，什么的啊。然后庞颖刚刚说的那么漂亮啊，这个世界什么365行啊，什么什么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找借口？找完借口以后，他的世界就不荒谬了。方便有，我要告诉你。其实，在反方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这些冲突感都存在于你的心中，你要怎么去面对？而我方会认为，面对这些冲突的过程里面，抛弃了理智，成为超人。为什么？因为不冲突是稳定的，是人心习惯安全的过程。诚如你身边睡着妻儿，但是如果身边睡的是敌人，不安全的感觉是你超人的原因，这才是我方今天告诉大家强大的理由。谢谢大家。
那么比赛进行到这里呢，正方的中间15分钟自由分配时间就已经全部用完了。英伟先生还在是吧？啊，好，抱歉啊，反方现在还剩下5分钟时间，两轮陈词可以就5轮都可以，1轮1分钟，对不对？就是这么自由。我先说，然后我们再。好，你的选择的时长是？我轮着吧，反正5分钟我们接着说吧，对吧？我说完了，他就说呗，我随意用，我的意思我随意，他接着。潇洒，好的啊。那接下来的总时间是5分钟时间，请不要超过5分钟，剩下的时间由其他辩手自行分配。好，各位好，非常严肃的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到这里来，其实我们的对手才真正说清了他们的观点。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帮他们再补充一下，大家听对不对？他们的观点其实是这样的：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强大，而内心的强大需要训练。怎么训练？忍人之不能忍，接受人之不能接受，对不对？别人不能接受，我能接受。比如说，明明有空调我不开，我在家里热得要死；明明陌生人在我身边睡着，我可以报警，我不报警，我坚持，我忍到第二天早上。我内心就变得更强大了。我告诉各位，这个事情我在某个地方听到过，就鲁迅先生讲的《阿 Q 正传》里边，阿 Q 当时被人打了，他就心里觉得很不爽啊，不爽。突然他爽了，他怎么爽的？他想，我虽然什么都不会，可是我会自轻自贱。我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我真棒。瞬间，阿 Q 就达到了精神的大和谐。所以是这样的，对不起，我一开始本来想很严肃的，又开始嘲笑你方，这是我的不对。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严肃的跟大家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哲学系有个老师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阿 Q 其实真的是个有智慧的人，问题在于他只是没有记性而已，他不能把他的智慧发展成哲理。严格来讲，这是真的。耶稣说：“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对呀，就是我现在真的很严肃，我不是在讽刺你们，这是对的，你们明白吗？精神的自我修炼以获得强大是一种正确的思路，我承认。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仍然是一种懦弱的思路。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一派思路在西方历史上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犬儒主义的狄欧根尼。通过内心的训练吧，你说我是狗 ，OK， 我就是狗，所以我强大了。狄欧根尼有一个同时代的人叫柏拉图，这两个人的对比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们回去找狄欧根尼的言论，你会发现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狄欧根尼这个人基本上只有行迹，没有言论，更不要谈思想，更不要说理论。狄欧根尼就像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处处演示出我是一个多么恬不知耻，因此我的精神是多么强大的这么一个人。可是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对于理论的深度分析的文章，而这种苦活累活是谁干的？是柏拉图干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同样遇到了精神的困扰，狄欧根尼说我要训练我的接受，而柏拉图说我要训练我的超越，我要创造出某些东西来。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立功、立德、立言。柏拉图这一辈子在这3件事上被折腾的不行，他立功、立德、立言的时候被卖到当奴隶，差点就回不来，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不甘心，可是留下煌煌巨著的，留下我们今天哲学的基础的是柏拉图，不是狄欧根尼。如果思想史上少了狄欧根尼，几乎不会少什么东西，可是少了柏拉图就完蛋了。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说的话，接受人生的荒谬真的太容易了，你做出一副我就不在乎的样子嘛，而把这当成很酷太正常了，因为他看起来很淡定嘛。你在那儿很认真的想怎么办，他在那儿 So what? Do easy man， 很容易，这把这当成酷太正常了。进一步的来说，把这当成智慧也太鸡贼了一点儿。人生有那么多的，有更多创造性的路，有更艰难的路，你不走，
你走这一条最简单的像抽了大麻一样的路，你何必呢？最后这句话的确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得说，以为这是强大，太可耻了。谢谢各位。时间是这么的精准啊，用了3分58秒，所以接下来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最后1分钟呢，由哪位辩手选择陈词还是质询？我们最后1分钟选择自由辩。一个难题摆在主席的面前，要不要接受人生的荒谬啊？因为这个环节在我的这个稿纸上确实没有，对吧？就是这么强大，来吧，对吧？自由辩论，对吧？我们没时间了。你们没，就是你们排炮，自由辩排炮。哦，他的意思说他们是这个意思啊？对，懦弱，哎，开心点啊！不好意思啊，我善良了。我之前的想法是，虽然他们只有1分钟，但他也愿意再给对方1分钟，双方各1分钟的时间打一轮自由辩，对吧？我还说强大，结果他说他要打1分钟缺席审判自由辩啊，不好意思啊，规则不允许啊，规则说每个人发言至少1分钟，对吧？你们一个人10几秒是不行的啊。1分钟自由辩打不打，摆在反方的面前。你们接下来有选择1分钟自由辩的时间，或者是1分钟质询。自由辩就是你有1分钟，他有1分钟，你赠予他们复制了这1分钟。不给。我方强大，我方不接受改变赛制的荒谬。看到人性了吗？各位看到了吗？好，那最后你们1分钟，你们的选择是什么1分钟陈词。 1分钟陈词。好的，哪位？我来。好，庞颖女士，1分钟陈词，有请。我们刚刚听了一场哲学课，我觉得非常有收获。那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换一个容易理解的方式。什么强大呀、弱小的定义，我们简单来看我们这个题目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传统华语辩论很喜欢讨论的，就是我方的立场如果成立了，它会引导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这是辩论里常常采取的一个角度。那我们来看呢，我们虽然不苛责弱小、懦弱，但是我们希望你不要懦弱，我们希望你强大。比如说今天爸爸把妈妈杀了，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我们鼓励你什么？我们鼓励你去发掘背后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以前包办婚姻留下的恶果？有没有可能是你作为他们的中间人，你从来不参与调解他们的矛盾？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在父权社会给爸爸太大的压力，他在外面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别人总苛责他，你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让他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最近在新加坡发生的切实的社会事件，我们要改变它，不能接受荒谬。谢谢大家。谢谢。最后1分钟，有理有据。那么在所有的自由分配时间都结束之后，进入到了双方的结辩时间，将由任意1名辩手进行结辩，总时间为4分钟，先反后正。首先有请反方。刚才在上场之前，周帅告诉我，因为我方的很多陈词注定是荒谬的，所以我最后一定要先跟大家说，虽然我方的观点有一些荒谬，但我们的心是好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说点真正想说的话。但是我一定要澄清对方思源学长最后提出来的一个逻辑上的质疑。他说我方没有讨论接受荒谬的情况，我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方觉得接受荒谬是懦弱的。我们不做懦弱的人，我方不讨论接受荒谬。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自己去寻找，我们不必接受荒谬这种状况。对方把接受荒谬包装得非常的巧妙，他们把它包装成了一件事，就是忍。就刚才周帅所说的，所有的困难的状况在我生命中发生的时候，我都忍，我都磨练自己。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什么时候有人告诉你要忍？
就像你向家里的长辈，那些在社会上还有权利可以改变现实的人抱怨说，为什么生活这么糟糕，为什么政治状况这么糟糕，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没有办法，这些事情呢留给你们这些聪明的人将来再去解决吧，这些困难的问题呢，我们留给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去解决吧。这是一种忍，当你把它包装成坚强的时候，它看上去是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就是在逃避，他们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些艰难的状况，他们就是不愿意去想解决的办法。这是接受荒谬，是把现实，明明你可以不把现实看成荒谬，可是你把它当作荒谬去接受，体现的是你的懦弱。我以前读过一个政治学的 PhD， 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后来我辍学了，去学了法律。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要继续学政治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懂的啦，就是学术圈嘛，这个研究中国政治嘛，把自己显得非常的清高。可是真实的状况就是在学术圈要想混一碗饭吃是挺难的，而且挺穷的。我的懦弱体现在我不敢接受这样的后果，我的懦弱还体现在我不敢直面这真实的原因。我用描述现实状况的荒谬，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方式不仅是在逃避这个现实，也是在逃避自己内心的逃避。这是双重的懦弱。而我那些更强大的、比我更强大的同学们，他们会在做什么？你说政治学研究在研究什么？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发现这个社会当中的荒谬。一个好的学者，今天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你发现一个现象需要去找因果解释的时候，这其实不难。真正难的是那些最敏锐的学者，他们是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荒谬值得去解决，发现现象，提出研究问题，这是最难的。所有的研究者，这是文科的研究者、理科的研究者，那些研究癌症的药，那些研究艾滋病的疫苗的人，他们都是在发现这个社会当中目前还被我们当作是荒谬的情况，然后想办法，人类不必要用接受荒谬这种懦弱的方式逃避，而是想办法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我们已经认为可以理解的事情，在从前完全是荒谬的。古埃及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所以他们不一定用理性，他们用神话来描述它。他们说这是太阳神在乘船西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人的生死，所以他们把金字塔建在尼罗河的西岸，说太阳神可以到这里来引渡亡灵。所有的人类在面对这些荒谬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我们这个时候那些不愿意把它单纯的当作荒谬去接受的人，我们发展出艺术、宗教、神话。这些神话和宗教，这些最起初可能是巫术，到后来变成哲学，变成科学。我们有了更多的方法去面对，不必接受荒谬，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而在每一个普通平凡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母亲当她面对自己的孩子在校园霸凌里去死，她没有把这件事情藏起来，告诉自己我 move on 吧，而是去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改变都是从对荒谬的不接受开始。谢谢。谢谢青云。最后的4分钟时间交给正方。终于轮到我了哈，蛮荒谬的啊，我接受，希望大家感觉这个接受本身是强大的啊。但其实打到这边呢，因为在后面被一轮猛攻啊，其实到最后也只剩下一些很基础的问题，对吧？啊，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我先说一件事情，对方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们全部都接受。我们全部都接受，为了展现我强大，为了偷偷告诉你他论点其实有一点荒谬。重点是这个，就是你在人事之间，我们打这场辩论的诉说对象是谁的不一样而已，你懂我意思吗？这世界上都是问题解决模式啊，在这世界上，我们所有人每个人身边都知道自己要改变事情啊。然后当然也有懦弱的时刻，也都有强大的时刻。他们刚刚举的那些所有例子，人类文明推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有些时候我们要努力找解释，我们要努力去反抗，
这都是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承认对方的论点，大方让你，这是可以的。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你想想看，庞颖讲的，他说的东西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终极的答案，对不对？我解决了我身边的霸凌案件之后，再往下走，下一个霸凌案件又出现。我解决了所有跟我身边相关的、跟霸凌有关系的学科解释之后，霸凌还是出现。为什么？它太荒谬了，不接受，继续找问题，继续找答案，一路这样走下去，你最后就只是问那几个问题啊：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往哪里去？而这些问题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不要问？可以，你可以接受你要问这件事情。可是这个终极的答案在哪里？你一路问下去，真的会有答案吗？我们的意思其实是说，他在这一切的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西方的理性思维。这个理性的思维是在告诉你，万事都有解答，你一定要把那个答案给找出来。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万事都有解答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这样一路问下去，我们是永远走不出这一个回圈的。刚刚对方辩友谈这个他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他念到了政治学的博士，后来也辍学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他是一样的荒谬，我也念到这个政治学博士，然后辍学了啊。我的选择是回到我的家乡去做政治相关的工作。我的初衷就是试图来解决一些我认为应该被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做了8年的工作之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再怎么努力，这个世界上终究有一个结构在那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做最终的那个冲破的。而你问的问题问到底，你再怎么问，你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最终极的答案。这个时候的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对方没有给的答案是继续问，我们给的答案是你要先接受荒谬，你要先接受，然后才可以继续问，因为你要先接受，非常有可能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答案是不存在的，然后你才能够自由自在的找答案。谢谢。其实还有30秒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遗憾，但不论如何，到了最后，就是这个比赛在此刻戛然而止，反而成为了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儿。你来给他加。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呢，本来我们有4分钟的自由辩论，2边各4分钟。然后呢，我们由于不太喜欢打自由辩论，所以就准备把这个时间让给陈明进行陈词。然后呢，他首先帮正方陈词，其次帮反方陈词。荒谬！恭喜大家来到最荒谬的一场辩论赛。两边各4分钟，所以加起来8分钟。对，都是这是。有这个整主席环节吗？不要，我不接受这种荒谬啊，太荒谬了，吓死我了啊！我之所以要坐在中间，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爽。我说实话，因为打比赛很久，但是呢，听比赛之后，尤其是坐在中间之后，这种冲破理性的束缚，但是又重新找回这种理性的力量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很爽。所以你们不要为难我了啊！但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听到这里的感受啊，我觉得这可以啊，你不要让我这一边陈词，我会分裂的，对吧？不用，很简单。其实我就是乍一听，我跟在座我有观察观众很多的表情，其实乍一听，其实最初开始我听到正方立论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懵的，我说实话没太听明白。晶晶其实讲的刚开始呢，我是听明白了，就是理性很多时候是一种束缚。这一整套思维框架、思维逻辑，这一整套西方这几千年来的科学的这种研究范式，
啊，我们搜集信息，提出一个假想，足够的信息的支撑，验证、论证它或者否它，然后再继续往前推进，再拓宽论域。这整套思维方式本身有没有其局限性？这是正方，我刚开始能听明白，但是反方呢，一开始力道十足，尤其是用那4句话，就非常坚定地把这一整套非常理性的模式就推进去了。所以在交锋环节，我自己听着感觉，我觉得反方是有优势。这套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辩论赛是个理性探讨的赛场，一个理性探讨的赛场，要证明理性是有力量的，相对比较容易。这是大家来进行一场辩论先天认同的范式，大家认为要认同了这套范式，然后你才能进行这样的探讨，所以反而理性的这一边就会有优势。那正方更多呢？正方也意识到了这种掣肘，所以正方更多选择的是行为艺术的方式。所以从一辩开始到中间的交锋环节，很多包括少年派势力的列举，到最后个人经历的分享，恰恰让人感受到这种直觉的力量。就是最后，尤其是到最后，包括中间的交锋，我觉得思渊学长和华民的包括交锋的质询和陈词环节，大家有注意到这一次正方是大量的选择了质询，其实质询是把自己的很多时间让给了对方，因为选择了4分钟，其实对方在你的时间里说话，对吧？再到英伟学长自己他最后的个人经历的分享，你会感受到这边所提到的感性和直觉的力量。就你听英伟学长那段话，你又觉得，哎，我不一定觉得他说的有什么道理，但是我就是认同他。这是帅的力量，但是其实很有道理。这到了最后，我自己琢磨，其实更多这2种观点，更多好像跟那种年龄心态也有关系。我觉得其实在心态上，越是保持年轻的心态历程，其实越接近于反方的立场。我的感觉，因为其实是很坚定的相信一切有个答案，一切都有方法，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荒谬都是暂时的，不是根源性的。我们要相信人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奋斗的、拼搏的、努力的、理性的、建构的、解决问题的力量。但是好像每个人心中有一条自己的那条线，它不是你到了多少岁就到了，它是好像到了某种环境就到了。那条线一过，你突然意识到，就是人力之有限。你突然意识到啊，不是，那太年轻了，不是一切都是有答案的、有方法的、有办法的，人力太渺小了。啊，这个在政治上可以看成这个，英伟先生离开台湾回到墨尔本定居。啊，这个在科学上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科学家研究量子力学，研究到自己崩溃，他有很多的自己的最后的那一步释然的方式，然后也许到了那一层，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时候，他叩问自己内心，会觉得，哎，这其实是真强大，这其实是大境界，这不是第1层的阿 Q 精神，这是第3层的超脱之理解。啊，但是，我们没法说这2种心态哪种心态能赢，至少我站在中间，我没法说哪种心态能赢。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幸运的呢，还是在座的各位和屏幕前的各位，因为你们有机会在短短的30-40分钟里，同时感受这2种不同年龄阶段心态的激荡，然后这个最难得，那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其实这我们最要感谢的是谁呢？啊，大家你们觉得是谁呢？没错，我们要感谢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对吧？我们要感谢主办方，要感谢我们的亚太辩的组委会，我们要感谢南洋理工大学，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感受这样语言的交锋、视听的盛宴。还有思想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哲学的不断的这种累进。其实表演赛跟之前的辩论赛其实有最大的区别，我个人的理解是，辩论赛其实更多是线性的。我们听一场比赛，感觉是一条线往下快速的流动；表演赛更多是点状的，是散点式的，会有很多智慧的闪光点在你出现，让你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未来在你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只要有那么1-2个瞬间，曾经今天的下午的这某1-2个点，突然一下把你人生照亮，那其实这就是他们在台上语言呈现最大的意义或者最幸福的瞬间了。谢谢，谢谢今天所有的观众的参与，所有辩手，也谢谢
我们2位计时员，哎，大家完全意犹未尽啊！比赛进行到这里也没有任何人离场，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每1分钟都觉得非常的宝贵，但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届的亚太赛的表演赛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非常感谢主办方的热情，感谢幕后每一位工作人员，感谢各位。